只要你愿意把钱投资在美国，那么全世界的穷人将会用他们的血汗和未来来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富。这一次呢，不再是预判了，而是一场已经在发生并且合法的金融抢劫。也就是说，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这是一套公开送钱给富人、惩罚处决穷人的全新规则。而这个大而美法案呢，已经确确实实的通过了。如果你等到实际执行的时候再去看这部影片，其实呢就已经没有意义了。你思考一下嘛，如果美国现在没有了软肋，没有了把柄，你觉得全世界还有跟他谈判的筹码吗？你觉得美国的关税屠刀会来得更温柔呢，还是更狠呢？上一次的关税就来了个全球的股灾，那这一次呢？而一个人甚至是一个国家想让自己没有弱点，方法呢就只有一个，就是去练葵花宝典，也就是自宫嘛。而对于美国来说呢，自宫其实就是劫贫济富。无论是全世界还是美国的穷人呢，根本就不配拥有财富了。钱本来就应该在美国的资本家手上，才可以发挥它最大的价值。什么意思呢？大家好，我是扫地僧。今年才过了一半啊，美国又是搞了什么大裁员啊，什么关税啊、战争啊、股灾啊，还有什么美元暴跌之类的。就是美国政府搞了这么多，无非就是想要召唤大而美法案。什么意思呢？其实你去看这个法案呢，900多页，看都要看10几个小时的。但是如果你把它揉碎呢，你会发现其实没有那么复杂。重点呢就4件事。第一件事情哦，就是直接给有钱人减税啊。以前你赚1亿要交3500万的税给我政府，那现在呢，你只需要给我2000万就好了，相当于你每赚1亿呢，我直接从国库里面送给你1500万，你爽不爽呢？再简单来说呢，所有在美国上市的公司现在都少交了15%的税，是不是相当于他们的利润就直接多了15%？这就是为什么美元在暴跌，美股却可以反弹的原因。就是全世界虽然都在抛售美元，都不想要拿美元了，但美股却反弹了，就是因为华尔街都在加杠杆，借更多的钱去回购自己家的股票了。详细的上2部影片就说了。所以你这样理解吗？降税的效果呢，其实跟降息是一样的。虽然美联储到现在还没有降息嘛，但美国政府直接派钱给富人了，而且这个钱呢是不用还的。你降息呢，就算利息再低啊，但是你还是要去还这个利息嘛，对吧？所以这个减税呢，其实就等同于直接在美国国库里面拿出1万亿美元，直接送给这些美国的资本家了。但是这1万多亿是怎么来的呢？很简单嘛，大而美要做的第2件事情就是直接砍掉穷人的医疗福利，这里面不多不少的就可以直接省掉1万亿，刚好呢可以填补派给富人的1万亿。也就是说，以前我给你那些流浪汉送的钱呢，现在就不送了，我直接就给资本家了。不仅如此呢，第3件事就是直接增加军费，给军工集团去发钱。那么钱又是从哪里来呢？第4件事就是提高美债上限，这个呢才是跟我们所有人有关，也是今天的重点啊。是这样的，美国政府借钱呢，不是说他想要借多少就借多少的，他是不能超过一个上限的。00年的时候呢，这个美债上限是5万亿嘛，也就是你美国借钱呢是不能借多于5万亿的。而到了今年的年头呢，这个上限已经被调高到36万亿了，但是美国欠的债也刚好到了36万亿。简单来说呢，美国政府从年头到现在基本上呢是不怎么可以去借钱的，他要花钱呢就只能花自己国库里面的钱。所以你可以看得到，美国国库里面现在呢就只剩下3000多亿美元了，但美国呢每个月平均要花2000亿，也就是说其实再过个1-2个月，美国政府呢就没钱花了，然后就要关门了。但是现在大而美直接把美债上限提高了5万亿了，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它可以再多借5万亿，而这才是重点了，各位。对于我们商人和投资人来说呢，大而美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可以再多借5万亿的债，还有美国花的钱将会比他赚的钱还要再多3.6万亿的赤字。这代表什么呢？代表赚钱的趋势呢已经出现了。劫贫济富呢不是单单从法案上面的那些文字去理解的，不仅仅是减少了穷人的福利然后送钱给富人那么简单的，而是直接抽干全世界穷人的全款。这个呢不是阴谋而是阳谋啊。就算告诉你你会怎么死呢，你也无可避免的。你要自救呢，你只能跟他们狼狈为奸，合法的去抢劫你身边的穷人。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不想要成为这一场局的牺牲品，甚至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机会来跨越阶层的话，那么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因为你预期我后续会给你更多的资讯。而如果你怕自己听完以后就忘了，等于浪费了你的时间了，那么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这样影片呢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让你随时可以回来跟着去做。首先，现在美国政府可以多借5万亿美元去花，这代表什么？很多人会觉得这等同于放水啊，因为美国呢就可以把这新借回来的5万亿花在这个市场上，让市场上的钱变多，这不就是放水吗？各位，什么叫做放水啊？就是美联储扩表印钱，然后把印出来的钱呢去买美债，借给美国政府去花，这个呢才叫做放水。简单来说呢，就是打开印钞机，凭空的印更多的钱出来，让美国花出去市场上面。所以市场上面的钱变多了啊，水变多了，造了一些新钱出来了，这就叫做放水。但是现在美联储扩表印钱，然后去买美债了吗？没有啊，而且美联储不但没有扩表印钱，它还去缩表烧钱啊。也就是说，美国现在想要借5万亿，如果美联储还不去印钱借给他花的话，那么美国政府是不是就只能向全世界的人去借呢？而今天你手上拿着100万，然后美国政府把你的100万都借走了，你手上的钱是不是就变少了呢？而且他把你的钱借走了，还不花在你的身上，那这怎么会是放水呢？市场上的新钱不但没有变多，甚至还把旧的钱接走了，所以这其实不仅不是放水，反而是抽水啊。再简单来说呢，美国向全世界借钱，就相当于在整个市场的池子里面抽水，这样呢就会导致这个池子的水位下降。而如果美联储去扩表印钱，把钱借给美国的话，那么就等同于在这个池子里面放水，这样美国一边在抽水，美联储一边在放水呢，才可以维持水池里面那个水位的稳定啊，也就是保持着市场上面有足够多的钱去花。但是现在大而美通过之后，如果只有美国单方面的去借钱抽水，而美联储却不去印钱放水的话，那么就相当于美国在市场上面开了一部大型的抽水机。按照美国每年要借2万多亿去花的速度呢，2年多的时间嘛，美国政府呢就会在市场上面借走这5万亿了，也就是美国将会用2年多的时间在全世界抽走2万多亿的美元。那么你去思考一下嘛，美债现在本来就进入了熊市了，也就是卖的人比买的人多很多了，长期美债是卖不出去了。如果美联储还不去接盘兜底，而美国呢还要大量的去卖美债，美债供应量不断变多，但买方的需求呢没有明显增加的情况，美债价格是不是就会跌下去呢？而就算上一部影片讲的，美国可以透过稳定币来接盘美债，但这呢也只是短期的美债，长期的美债呢依然是卖不出去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这大而美出来之后呢，长期美债的利息还在不断的往上涨，也就是长期美债的价格还在往下跌啊。那么你去思考一下嘛，比如说今天啊，你是日本啊，你拿着1万多亿美元的美债，然后现在告诉你，美国将会多卖5万亿的美债，让市场上面美债供应量暴增，价格呢继续的往下跌，那你日本手上拿着的旧美债瞬间就贬值了，再加上你日元去年到现在对美元就升值了10%，所以你日本的那些保险公司啊，或者是银行啊，就要被迫去平仓卖掉美债来套现了。很简单嘛，比如说今天啊，我买了你日本的保险，然后你拿着我的钱去买了美债了，就相当于日本的保险公司欠了我的钱嘛，然后呢，他去换了美债这个资产嘛。但是现在美债这个资产呢，跌得很厉害，你不去卖的话呢，你日本保险公司手上的钱就不够赔偿给我了。所以一旦美债跟美元跌到了一条红线，无论是保险公司还是银行呢，就要被迫去卖掉套现了，这样才可以保证手上有钱赔给客户。也就是说，美国应该会在这个7月开始借钱了，而美联储还不去印钱降息的话，或者最快也要在9月才能印钱降息的话，那么7、8这2个月，全世界除了日本，还有很多的国家呢，都会被迫在美债价格最低、美元贬值的最厉害的时候，去割肉卖美元资产。而这呢，不是我瞎扯的啊，日本的债券基金呢，在前几个月就已经爆仓了，要贱卖美债了。那这还只是日本啊，
高位买了长期美债的不止日本，还有全世界嘛。所以再简单来说呢，就是全世界之前他们用高价买回来的美债，将会在美国打开大型抽水机的时候，要低价贱卖出去。而当美债这样被全世界大量抛售的时候呢，名义上就有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嘛。然后美联储呢就可以名正言顺、光明正大的像天使一样的直接下场印钱降息去救市了，去兜底接盘美债了。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是不是就这样的？20年疫情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所以再直接一点嘛，这个不就是赖账吗？让你全世界在高位买了美债，然后让美债价格暴跌，让你套牢了，最后跌破了你的红线了，你就要被迫止损贱卖。你这样高位买低位卖，最后呢，我美联储没有成本的去印钱，去抄底你贱卖的美债，然后呢，我再降息，把美债价格再推高上去，然后你全世界又在高位买回来，那么你全世界买美债亏掉钱，不就是我美国可以赚到的钱吗？所以借钱呢是需要还钱的，最起码呢也要去还利息，但是这样去收割回来的钱呢是不用还的。所以你会发现，其实美债是涨是跌呢，谁说了算呢？很多人说啊，这几年美债价格往下跌，是因为全世界在抛售美债。但问题来了，全世界不去买，但你美联储可以去买啊。而这几年美联储不但没有去买，甚至还去卖，还去缩表啊。而现在大而美通过之后呢，美国他自己还要再多卖5万亿的美债，这不就是美国自己把美债价格砸下去吗？而这对美国资本家来说是好事情吗？比如说这个巴菲特，他买的是短期的美债，那现在美债价格变便宜了，利息变高了，他不就是可以什么都不用做，躺在美国政府的身上去吸这4-5%的美债利息吗？而且还没有风险啊，几个月美国政府就把钱还给你了，还钱之后呢，美债价格还变得更低，利息呢还更高，最重要的是，他们只要想让美债涨上去，美联储降个息印个钱就好了呀。但这些买了长期美债的国家，他们呢就要去套牢和割肉了，所以美债是有庄家了，就是美国他自己嘛。而去年9月美联储降息的时候呢，无数人都去抢着买美债，他们觉得美债也会跟着把利息降下去，然后呢价格就会上涨了，所以呢他们就会想要进场抄底。那么当时我就说美债会崩盘嘛，短债还可以玩，但长债就不要碰了。然后有的人呢就过来骂我说我不懂经济，甚至到了现在呢，还有人说我经常唱衰，说崩盘，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崩。那么我自己呢也很意外这些人会这么说，所以我们就一起反思跟回顾一下嘛。比如说很多人买美债都是买这个20年的美债 ETF 的，我们会发现它从去年9月到现在价格呢就暴跌了15%了，而这呢还只是 ETF。据我所知呢，很多人都是加杠杆去买美债了，也就是在这15%的基础上面要再多亏个1-2倍，然后再到美元嘛，半年呢就跌了12%了。还有美股，如果你有看我之前的影片，我去年底呢就开始卖掉拿着比较久的美股，获利离场了，做一些短线的游击战嘛。然后今年一开始呢就跌嘛，还经历了4月份的股灾，跌了20%了，而现在呢也很厉害，反弹涨回来了，但就只是比去年多涨了3%。那么美国股灾会三杀，今年都上演了，我和我的弟子呢最起码是完全的躲开了。但我们并不是说不玩美国资产就等于不投资吗？我们不玩美国资产的原因，最重要的是美元贬值啊。你比如说，如果我拿着1000万美元啊，有500万去买了这个美债，有500万买了这个美股，我不管我买的美股美债是涨是跌，但是我这1000万的本金首先呢就要先亏个外汇的12%，也就是先亏个120万，而且这美元呢到现在还在跌啊，这就等同于你前面在打仗，但你的家呢却在被偷啊，能不能听懂呢？所以很多人就被洗脑说啊，只要你死扛着，就算像今年股灾一样也会涨回来的。各位，股票呢确实是涨回来了，但美元呢，我们的策略呢一定是跟随趋势去置换和布局其他资产的，因为风险不一定会发生，就好像你看到了乌云呢也不一定会下雨，但难道你看到乌云呢你还不去带伞吗？所以我自己的布局都是有影片为证，不能造假的。去年底呢，我们就开始把美元其中一大部分换成是黄金，黄金在没有加杠杆的情况下涨了27%，还有就是港股，大盘呢半年的时间涨了26%，
我自己重仓的小米呢，从10几20块涨到现在快60块了。还有日元，因为我自己用的比较多的货币呢，除了是美元就是日元，今年最高呢也涨了10%了。还有比特币，现在都创新高了，涨到11万了。那么这些你都是可以去 YouTube 搜的嘛，扫地僧港股、扫地僧比特币、扫地僧黄金、扫地僧日元，这些关键词呢都可以找到那些影片嘛。而最重要的是，到现在美国主动引爆金融危机的这步棋呢还没有下，你能不能说他不会走这步棋呢？就好像刚刚说的，美债的利息这么高了，而美联储到现在还不去扩表印钱的降息，还有这即将又会来的关税呢。所以就算现在美股涨回来了，看似呢是脱离了股灾了，但我们自己呢也只会去打游击战，赚钱就跑了，赚不到呢就止损。为什么？你先去学一下我们的投资策略嘛。简单来说，我们去赌会不会下雨，当我看到乌云了，所以我不但知道有60%-70%的概率会下雨，而且如果我猜对是下雨的话，我赚就赚你100块。但如果那30-40%的概率让我猜错的话，我亏只是亏1块给你。长期去玩这场游戏呢，我只会输少赢多。这样看上去我是在赌博，实际上我却是在开赌场，在投资啊。所以我们不需要学太多的投资方法了，我们只需要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和系统，可以贯穿任何的资产，包括股票、黄金、比特币，甚至是外汇。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学习过这套系统，我呼吁你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走进我们的股票投资班。而现在只要你订阅了，是我的粉丝了，那这个报名费不用$100，连1分钱美金都不要，直接免费了。如果你错过了之后呢，里面任何的福利都将会取消了。所以重点就来了嘛，全世界如果不想要贱卖自己国家资产，也不想要割肉他们之前高位买回来的长期美债，那有没有方法呢？其实是有的，就是他们自己去印钱，同时让自己的货币贬值嘛。比如说日本，如果他现在去卖掉美债，他不但就亏了大钱了，还亏了时间。而且卖掉之后呢，他把美元换回日元的话，那么日元呢就会暴涨嘛，美元就会暴跌嘛。那他那些还没有卖出去的美债就会亏得更惨了。而日元暴涨呢，就相当于在跟美国签一份广场协议嘛。然后日本的产品呢就会因为日元变贵了，卖不出去了，然后经济呢就会衰退30年。但是如果他不去卖美债，这美债继续的往下跌，美元也跟着继续贬值呢，这样日本手上的美元资产一天就会比一天不值钱，它早晚都是要亏钱的，只是亏多亏少的问题。那怎么办呢？你去想一下嘛，如果美债价格跌了，但是我多印点日元，让日元去贬值，美元相对呢就升值了。这样一来呢，换算成日元的时候呢，那我亏的钱是不是就可以少亏一点，甚至不亏钱了呢？这个呢就叫做汇率补偿。就是虽然日本拿着暴跌的美元资产，也因为美元暴跌了，然后呢就严重缩水了，但是可以通过一些人为制造一场日元贬值，这样就可以让这些缩水后的美元资产再换回来日元的时候，最起码看上去不怎么亏钱，这样账面上呢没有亏损，就不会触及到那些保险公司、银行的红线，然后就不需要去平仓止损了。那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嘛，就是今天日本的农林金库手上呢就拿着1500亿美元的美债，如果按照之前160日元才能换1美元的汇率来算呢，它其实呢是拿着24万亿日元的美债，而现在日元升值了嘛，140日元就可以换到1美元了，所以它的1500亿美元的美债呢就换不到24万亿日元了，就只能换21万亿日元，相当于日元升值了之后呢，这个农林金库就亏了3万亿日元嘛。但是如果日本印钱了，让汇率从140日元换1美元呢，贬值到200块日元才能换1美元呢，这样他手上的美债就会从此价值21万亿日元变成价值30万亿日元了。也就是说，本来价值24万亿日元的美债，首先亏了3万亿嘛，变成21万亿日元的美债之后呢，但现在因为他自己去印钱了，让日元去贬值了，所以这21万亿日元美债呢，瞬间就会价值30万亿日元。他不仅就没有亏钱，反而呢还是赚钱了。看起来这一招是不是很牛呢？好像真的可以把亏的钱给赖掉。但是如果说全世界都印钱了，其实呢就会掉入到美国布的局里面了，因为美国这样做就是去逼全世界印钱和降息的。为什么呢？如果全世界都去印钱了，那么我美国是不是正好就可以顺坡下驴，也跟着开启印钞机呢？
而当全世界印钱让货币贬值了，我美国也印钱让美元贬值了，这样一来，你汇率贬值了，我的汇率呢也跟上一起贬值了，那么汇率是相对的嘛，你贬值了，我就一定是升值的。而如果大家都一起贬值了，那其实就是大家的货币都没有贬值嘛。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去印钱，然后让自己的国家汇率贬值了，然后少汇一点钱的话，那么其实你做那么多呢，最后都是徒然的，因为大家都印钱，汇率呢还是不会变的，但是全世界的钱就翻了几倍。你这样不但解决了美元会下地狱继续贬值的问题，而且还让美国赖掉了更多欠下来的债啊。因为美国欠的债是固定的嘛，不是说今天我印了很多钱之后呢，我的债就会变多的。简单来说呢，就是我美国印钱之前欠了全世界36万亿，那我印钱之后呢，我还是依然欠了全世界36万亿嘛。但是如果我印钱不会让这美元贬值，也没有什么后果，那么我多印出来这些钱是不是就可以拿去还债呢？你这样理解吗？就今天我美国欠了你36万亿，我本来可能连利息呢都还不起了，但现在我可以自己印钱，我印5万亿出来还你利息，而且你接受了我印钱还给你，你不会拒收，而我的美元呢也不会因为我印钱而贬值变成废纸，那是不是就是说我印钱是完全没有后果的？我欠你的钱，我什么都不用做，我印钱就可以还给你了。那我印出来的钱还给你的这5万亿，我是不是就等同于直接赖账了5万亿呢？所以你日本这么多年辛辛苦苦的去造车，去造电器，然后卖给了我美国，赚走了我5万亿，那是没关系嘛？我只需要把你这5万亿借回来，然后没有后果的去印钱，然后再还给你，那是不是就等同于说你日本赚到了5万亿？然后再把这5万亿送回来给我了，那么是不是就等同于你日本世世代代的都要无条件的替我美国打工呢？因为你日本赚到的钱都只是我打开印钞机印的嘛，而且我印的这个钱呢还不会贬值，你还愿意去收，能听懂吗？所以美国抽水，他逼的不是美联储去降息印钱，逼的是全世界降息印钱，因为只有你全世界降息印钱了，那么美联储再去降息和印钱才会没有后果吗？美元才不会进一步的大幅度贬值嘛。如果你不去印钱，你的美债不但就要亏钱止损，你全世界还会进入到一场美元荒，这是一套连环计啊。首先，这个关税啊，就让你赚到的钱拿出来交一笔关税给我美国了，所以你为了不亏钱，你就只能卖得更贵。还有现在全世界的货币基本上都对美元升值了，全世界卖过去我美国的东西呢，就要再一步的变得更贵了。就等同于当年日本签的广场协议一样的，你的东西变贵了，你就卖不出去嘛，那么全世界就赚不到我的美元嘛，那么你没有美元就买不到什么石油、黄金、芯片、高科技，也很难跟全世界去做生意。而且全世界现在很多的国家和企业因为接不到美元去周转，然后就只能破产了。比如说这个埃及、阿根廷都已经倒下了，那下一个呢？你只要一倒下，你国家的资产就要拿出来贱卖换美元。而我资本家呢，就可以抄底你国家的资产，所以这一套连环计呢，就是逼你去印钱的，让你自己国家的汇率贬值了，这样我美国呢就可以赖账化债了。而重中之重就来了，如果全世界印了这么多钱，会发生什么呢？是不是就会通胀啊？是不是就会物价上涨啊？今天市场上面的钱变多了1倍，但是拿出来卖的商品呢，并没有变多，那么商品的价格呢就会大涨嘛。这就是所谓的钱变多就会不值钱嘛。但这里的钱不值钱呢，讲的不是汇率，讲的是你手上的钱购买力变得不值钱。而当美元的购买力不值钱，但全世界都是要用美元来交易的时候，那么全世界手上的购买力就会贬值嘛。很简单，比如说今天你去买石油，原来你要花1000美元的，但现在美元的购买力贬值了，所以你要花2000美元，也就是多花了1000美元才可以买到跟以前一样数量的石油，这个呢就是购买力的贬值。但是美元的购买力贬值影响最大的并不是美国啊，反而是全世界。为什么？因为全世界只有你美国才可以印美元啊。我今天美国的购买力贬值，我钱不够花嘛，我可以去印啊，但是你全世界不能印啊。也就是说，全世界的国家他们手上拿着所有的美元外汇储备，真实的购买力呢将会直接缩水一半。再简单来说呢，我手上呢只有1000美元，
以前我可以拿着$1000去买石油，但现在要$2000了。我手上的美元呢，其实没有变少了，但是我手上的美元能买到的东西呢，却变少了。这样呢，我就会更缺乏美元。那么我国家不能去印美元嘛？但是我手上的美元却不够花了，那怎么办呢？那可以怎么办呢？当然就是继续的让你的老百姓更加的努力，更加拼命的去加班，制造更好的产品，然后卖给美国，赚美元回来嘛。这个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也就是所谓的阳谋。就算现在告诉你了，那又怎么样呢？你知道了又怎么样呢？你还是躲不过这样的屠杀，因为你就是需要美元嘛。而这场屠杀呢，将会在这个月开始。那么有的人可能会问，如果全世界的国家都不去印钱呢？答案刚才不就都说了吗？到最后全世界呢就会被美国新接的5万亿美债抽空了，然后就会发生金融危机了。而美联储呢，它可以自己直接去印钱了，然后主动的让美元再进一步贬值的。美联储印钱之后呢，如果其他国家不跟着去印，那么其他国家的货币就会出现大幅度的升值了，然后他们持有的美债美股呢就亏得更多了。比如说美元现在汇率贬值50%，也意味着就算你在美股美债赚到了1倍的利润，但其实你都是没有赚到钱，甚至是亏钱了。因为这其实就等同于把你资产直接砍半了嘛。比如说就是你有100万的股票，它变成了200万了，但美元贬值了50%了，其实你的200万又会变回100万嘛。而你不要觉得美元汇率贬值50%是不可能的，其实今年就半年的时间，美元就贬值了12%了。而离我们最近的那一次呢，就是08年金融危机之前，当时的美元呢是贬值了40%的。而当时的结果呢，就是引爆了08年的金融危机嘛，然后美联储就可以带头的去印钱，其他的国家呢也要跟着去印钱，所以其实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你自己先印，我美国跟着印呢，就不会有金融危机。你不去印，我美国先印了，那不好意思了，我先弄个金融危机，看看谁比较惨，然后我再印。你不印的话呢，你的经济呢就会完全的崩盘，然后就萧条个30年嘛，到时候你再想去印，经济也回不来了，我美国呢就可以抄底你国家贱卖的资产了，所以你还是要去跟着印嘛。也就是说，美国一直以来都是那个手握底牌的庄家，而其他国家呢只是输多输少而已。最后呢，国家输的钱谁来赚回来呢？还是透过让老百姓的存款缩水，然后拼命的加班赚钱补回来的。所以这就是我一再强调的，无论是美债还是美股，我现阶段都不会去碰，最多呢也只是打游击战，赚完就跑的原因。因为你美元贬值还有金融危机的这个风险呢，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啊。很多人会觉得美股股灾之后的反弹是最好的投资机会，但是他们错过了，就觉得很失望。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没有其他的资产在替你赚钱嘛。今天有2样资产，一个赚10%，但风险呢最多只让你亏1%，而另外一个资产也可以让你赚10%，但风险最多可以让你亏50%以上。那你选哪一个呢？我去年选的，无论是港股、黄金、比特币、日元，亏的时候呢，我最多亏5%就止损了，但赚的时候呢，我可以是赚30%、40%，甚至港股、小米呢可以翻2倍。今年这些资产呢，早都已经创新高了，而我呢就没有去选现在才完成反弹的美股，还有还在贬值的美元。当然有的人就会问，港币跟美元是挂钩的，你美元跌，你投资的港股不就一样吗？各位，其实黄金、比特币、日元对我来说呢，都是以美元计价的，就是这些资产呢，到最后我都是还是要换回美元的，因为当风险过了之后呢，我的主战场还是美国资产啊。但因为我看到了钱跑过去了这些资产里面，而且风险呢还比美股美债低，所以我才会投的。而现在我自己在布局的新资产了，之前几部影片已经讲过了，就是白银嘛。如果留言的人数足够多的话，我会详细的去讲一下，毕竟你们想要听什么也是我做影片比较大的考虑嘛。但是如果你不想错过后续进场的机会，你要做的就是先准备好，先统一一下你跟我之间的语言，把我整套投资的思维和方法先搞清楚，然后一转身为你自己所用，而不是到时候还在问我现在是进场的时机吗？什么什么资产还能买吗？现在我被套牢了，亏钱了怎么办了？等等的问题，我只能说还没有去看股票投资班的，趁着现在还是免费，趁着现在里面还在送福利，趁着现在还没有下架，赶快去看吧，因为错过了牛市，不知道又要再等多少年了。
好了，今天这部影片如果你觉得有些细节你听不懂了，我建议你把我前2、3期的影片看完。这里我多说几句，就是我影片的逻辑呢都是环环相扣的。你不去看之前的影片，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我在马后炮，但其实很多的东西呢早就已经说了，我不能每一次都去解释，这样会很烦，影片也会很长。所以你最起码呢是看完前2集的。而最近的局势呢只会更加动荡，但时间关系只能在此结束。不过下一期你预期怎么样呢？很多人每周都在等这句话，将会是重中之重。好了，接下来我影片上架时间会更改一下，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的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的话，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给我留言的。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你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呢，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